你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正在参加一场那种超硬的半马越野赛，然后你那个体力好到不行的兄弟，几个礼拜前才刚跑完一场全马的，他也在赛道上，结果你的手机突然跳出一则讯息，是他传来的，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我在医院。哇，这个开场，光听就觉得心头一惊。对啊，而且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这件事也立刻引出一个让人心里毛毛的问题：如果连一个这么健康、这么有在运动的人，都可能心脏出状况，那我们其他人到底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心血管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聊聊你提供的这几份资料。我们不只要揭开为什么即使是体态超好的人，心脏还是有潜在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些科学研究里，帮你挖出那些最有效，而且最能够持之以恒的动脉保健策略。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你遵从什么100%完美的严苛饮食法了，而是要打造一套你可以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实用蓝图。你这个切入点非常关键。很多人真的把运动当成万灵丹，但我们身体的运作，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没错，今天我们会从动脉硬化的根本原因开始谈起，看看那些斑块是怎么在我们血管里安静又偷偷的长大的。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身体有哪些超乎想象的自我保护机制，然后再找出解决方法。对，然后我们再把焦点放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营养素还生活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应对这些风险。好，那我们就从那场比赛开始说起。要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得先知道心肌梗塞是什么。白话来说，就是心脏的肌肉因为血液送不过去，然后缺氧死掉了。就是血流被阻塞了。对，资料里面提到，最常见的凶手就是冠状动脉粥状硬化，意思就是说，动脉血管壁上粘了一堆由胆固醇钙质组成的斑块。对，其中有一条叫左前降支动脉的，绰号还特别吓人，叫官夫制造者，可见它有多关键。这里最麻烦的地方是，整个过程几乎是无声的。资料里的研究指出，通常要等到动脉已经被堵住大概70%左右，身体才会开始出现像胸闷、喘不过气之类的症状。70%，那不就代表在我们感觉到任何不对劲之前，血管里可能早就已经是交通拥塞的状态了。完全正确。而且大多数的心脏病发，并不是因为斑块慢慢长大，长到把整条路堵死。那是因为什么？更常见的状况是，某个不稳定的斑块突然破裂了，然后身体的免疫系统看到破洞，就赶快派出血小板去补，结果形成了一个血栓。所以本来是想帮忙结果愈帮愈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本来想帮忙的反应，反而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把整条血管彻底塞住。这就带我们回到那个袍泽兄弟的故事了。他的情况又更特别一点，诊断是第2型心肌梗塞。跟典型的斑块破裂不一样。对，他遇到的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他在比赛中心脏突然发生了心房颤动，就是一种心律不整，心跳变得超级快又乱七八糟。你可以想象，这就像把一颗引擎的转速瞬间吹到极限。没错，心脏对氧气的需求量在短时间内暴增。是的，当时他的动脉里其实已经有差不多50%到60%的堵塞了。这个程度在他平常运动甚至跑全马的时候，血液供应都还撑得住。但那一天在心房颤动带来的极端压力下，血液的供给就跟不上爆炸性成长的需求了。所以是一个供需失衡的概念。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供需失衡，最后导致心肌受损。这跟斑块破裂造成的第1型心肌梗塞是完全不同的机制。哇，这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不过我这里有个疑问，他动脉都已经堵了一半了，怎么还能没事一样去跑马拉松，而且完全没有症状？
你问到重点了，这里就要提到一个非常迷人的生理学概念，叫做侧支循环。侧支循环，对，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它能带着5-6成的堵塞，还能完成高强度运动。您可以想象，当我们身体里的主要干道开始塞车时，身体为了自救，会非常聪明的在旁边自己开辟一些新的微小的血管网路，绕过那个塞车点。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身体会自己盖替代道路或绕道，确保下游的组织不会断炊？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每天跑步不只是在练心肺功能，更像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预先施工，盖了一条心脏专属的替代道路。我们的身体竟然会聪明到自己建立备援系统。是的，这就是运动最吊诡也最迷人的地方。它既是压力来源，也是解放。规律持续的心血管运动，就是刺激这种侧支循环生长的最佳方式之一。所以他长期的训练，等于是在为自己的心脏储蓄健康。可以这么说，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天然的备用管线，这套系统非常有效，足以应付像马拉松等级的挑战。但内侧比赛中心房颤动带来的额外负担，就像是突然来了一场100年一遇的交通尖峰。即使有替代道路，整个交通系统的负荷还是瞬间就崩溃了。正是如此。这个跑者兄弟的故事真的让我有点焦虑，感觉好像做了很多对的事情，却还是可能踩到地雷。所以听完这些为什么之后，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那然后呢？我们手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蓝图，能真正降低风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与其追求一个100%完美，但大概只能维持半年的超严格饮食，不如采纳一个70%好，但可以实践一辈子的方案。持之以恒才是王道。我同意。你提供的资料整理出了一个很棒的框架，就是把那些在大量研究中反复被证实有效的高效益食物纳入我们的日常。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几支不同的防御部队，每一队都有他们的特殊任务。好，防御部队，我喜欢这个概念。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支部队的成员是谁。资料里把他们叫做抗氧化先锋，核心武器是一种叫茄红素的东西。没错。斑块形成的起点往往是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渗入血管壁后被氧化了，就像金属生锈一样。对，这个氧化过程会引发后续一连串的发炎反应。茄红素就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个生锈的过程发生。它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红心芭乐这些红色或粉色的蔬果里。那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很多人说番茄要煮过、加油炒过，茄红素才好吸收，这是真的吗？我们是该生吃番茄还是喝番茄汤？问到重点了，茄红素是脂溶性的，所以跟油脂一起烹煮，确实能大幅提高它的吸收率。所以用橄榄油煮的番茄酱汁或是番茄炒蛋，会是比生吃番茄更好的茄红素来源。了解。那处理完氧化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支部队——胆固醇的守门员。主力是植物固醇，听起来有点专业，这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在我们肠道里上演的抢椅子游戏。抢椅子？对，我们肠道里负责吸收胆固醇的座位是有限的，而植物固醇这种天然物质主要来自坚果、种子，特别是亚麻籽和芝麻、豆类和全谷。它的化学结构长得跟胆固醇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它们进到肠道，就会跑去把很多吸收胆固醇的座位抢走。所以真正的坏胆固醇就没位置坐了。正是如此，没地方坐的胆固醇就只能跟着粪便被排出体外。更有趣的是，我们的肝脏会发现，怎么从肠道回收的胆固醇变少了？然后肝脏就会很紧张。对，为了维持体内平衡，肝脏就会开始从血液里把那些到处流窜的坏胆固醇，也就是 LDL 叫回来处理。一来一往，血管里的坏胆固醇总量就自然降低了。这个抢椅子的比喻太清楚了。但市面上也有很多标榜添加了植物固醇的人造奶油或加工食品，这种会是好的摄取来源吗？
会不会我们为了吃植物固醇，反而吃进更多不好的东西？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虽然那些强化食品里的植物固醇本身是有效的，但我们必须看产品的基底是什么。如果它是加在充满反式脂肪或精炼植物油的人造奶油里，那根本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还是要回归天然食物。对，最好的来源永远是那些天然未加工的食物，像是每天一小把原味坚果，或在沙拉上撒些芝麻。好，减少了原料，也处理了氧化。接下来是第3对，动脉的不粘锅涂层。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所以这就像是帮我们的血管内壁上了一层铁氟龙，让那些坏东西滑堕去，粘不上去。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部队的主力是类黄酮，在莓果、苹果、洋葱、黑巧克力里含量都很丰富。当 LDL 被氧化后，血管壁的那个区块会变得很有粘性，吸引白血球过来，引发后续的发炎。类黄酮的作用就是降低这些粘附分子的表现，让动脉壁恢复光滑，发炎细胞就不容易附着。进而平息这个恶性循环。是的，资料还特别提到，绿茶和红茶中的儿茶素也是类黄酮的一种。有研究发现，每天喝3杯以上，跟中风风险降低21%有关。太棒了！最后，我们还有第4支部队。发炎反应的灭火器，听起来就是负责善后的终极武器。可以这么说，这支部队有2大主力，一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二是富含 Omega-3 的高脂肪鱼类，像是鲑鱼、青鱼、沙丁鱼这些。对，他们的角色就是直接去安抚过度反应的免疫系统，平息发炎。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稳定已经形成的斑块，让斑块的外壳变得更厚、更强韧，不容易破裂。哇，所以这就像是把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不定时炸弹，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哑弹。你看，这整个防御系统真的很完整。植物固醇从源头抢位子，减少原料；茄红素处理氧化问题；类黄酮负责维持血管壁不粘连；最后，橄榄油和 Omega-3 负责灭火和稳定局势。这完全是一套多管齐下的策略。对，这也告诉我们，心血管健康不是靠单一的超级食物，而是靠一个整体的协同作战的饮食模式。完全正确。没错。那聊完该吃什么，我们来谈谈那些不该吃什么的隐藏陷阱。资料点名了好几样，我看完觉得自己膝盖中了好几件。第一个就是加了一堆糖的风味优格啊，这真的是一个常见的陷阱。很多人以为吃优格很健康，买了草莓、蓝莓口味的，但如果翻到背面看营养标示，常常会发现一杯的含糖量可能比1罐可乐还高。真假的？这些精制糖就是动脉硬化这个完美风暴中的关键燃料，会大大助长身体的发炎反应。还有一个是果汁。等等，所以早上那杯自以为很健康的100%柳橙汁，其实是在对我的血管进行一场甜美的攻击。我还以为我在补充维他命 C， 结果是在灌糖水，这感觉像是被背叛了。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问题出在纤维。当你吃一颗完整的橘子，里面的纤维会减缓糖分吸收的速度。但当你喝下一杯需要3-4颗橘子榨成的果汁时，纤维几乎都被去掉了。大量的果糖会瞬间涌入你的血液，造成血糖剧烈波动，这对血管内皮细胞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所以结论是吃水果，而不是喝果汁。正是如此。记下来了。好，除了饮食，资料还提供了几个能加速改善心血管健康的策略。运动方面，它特别点名了高强度间歇训练，也就是 HIIT。对，研究说做了半年的 HIIT， 受试者的斑块体积有明显减少。这效果听起来比某些降胆固醇药还好，有点不可思议。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单纯只是因为运动强度高吗？这正是研究最迷人的地方。科学家推测，高强度的冲刺可能触发了某些特殊的生理机制。一种说法是，血流速度瞬间加快，对血管壁产生了更强的冲刷力，有助于清除沉积物。像在吸水管一样。
另一种更深入的理论是，这种极端的生理压力可能刺激身体释放某些荷尔蒙，或甚至动员骨髓里的干细胞去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所以，这不只是在燃烧卡路里，而是在创造一个能主动对抗斑块的特定生理环境。哇，这解释得太清楚了。那在补充品方面，资料提到一个有研究支持的，叫成年大蒜萃取物，听起来很酷。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将大蒜切片，在乙醇溶液中长时间浸泡熟成。这个过程会转化大蒜中一些刺激性的化合物，并浓缩其有效成分。所以是有科学根据的。对，有几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它有助于稳定前面提到的那种不稳定的脆弱的斑块，并减缓冠状动脉钙化的进程。虽然它不能完全取代药物，但对于想积极保养的人来说，算是一个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选项。最后一个生活方式的建议，我觉得很有趣，是桑拿疗法。对，必须说明，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蒸桑拿可以逆转斑块。好的，但有很多间接的证据显示它对血管健康有好处。例如，高温环境会让血管舒张，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长期下来也有助于降低血压。所以虽然证据链不是最直接的，但还是有益处。没错，考虑到它对整体健康，像是降低全因死亡率，都有潜在益处，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好了，所以今天聊下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心血管健康真的是每个人的功课，不管你体能状态看起来有多好。真的，那个跑者兄弟的故事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警惕：运动能力强，不等于你的心血管系统就绝对安全。关键在于要真正了解自己的风险，然后建立一个可以走一辈子的长期防御计划。这不只跟你跑多快、举多重有关，更跟你每天放进嘴里的东西，还有你选择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定期健康检查有多重要。监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错，如果你的风险比较高，比如有家族病史，可以跟医生讨论，要不要做更进一步的筛检。像是资料里提到的冠状动脉钙化扫描。哦，那是什么？那是一种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你冠状动脉里钙化斑块的程度，让你对自己的血管状况有个更具体的了解。知识和预防永远是你最强大的武器。聊到这里，我突然在想，既然我们的身体这么厉害，遇到塞车会自己盖高速公路绕道，发展出侧支循环。这个自我修复机制真的很惊人。那这是不是代表未来心脏病的治疗方向，可能不是等到心脏病发了才赶快去装支架，而是用什么方法提早把我们身体里这个盖马路的工程队叫醒，并且训练他们？你的意思是主动去唤醒这个系统？对，等于是帮心脏先做好防灾演习，提前教导心脏如何保护自己，